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有朋友提议说，可不可以教入口即化的古早味蛋糕？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款吧。材料几乎跟戚风蛋糕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口感上会差很大哦，非常的绵软好吃。做法很简单的，我们开始吧。6寸的方形模具，如果你也是这种活底膜，要用铝箔纸把底部包起来，因为等一下用水浴法来烤，要防止水渗进去，这个很重要，我包2层，不然等一下水浴法变成蛋糕泡浴缸就惨了。油布像这样剪开。古早味蛋糕烤完必须要马上脱模，用油布是因为它比较硬，脱模很轻松，而且洗干净后呢还可以重复使用，不造成浪费。当然你不常做古早味蛋糕的话，那就不用太计较这一点点浪费啦，用烘焙纸也可以。来分蛋，我用4个碧鸡蛋，去掉蛋壳一个大约是50克。冷鸡蛋不需要回温，可以直接用。至于鸡蛋的大小，你的可能不一样，请看说明栏我的建议。这个装蛋清的碗，最重要是确保无油、无水还是其次，放回冰箱冷藏备用。低筋面粉，等一下会先跟油混合，它们2个是好兄弟，特别容易混在一起打成一片，所以这一边要不要过筛其实都不要紧。玉米油，这里你可以用其他植物油代替。用中火稍微加热，温度计量一下，大概70度就可以关火，不要太烫。但其实油温已经上到91度了，没有关系，稍微降温，70-80度最合适。你没有温度计可以看一下时间，大概加热1分钟，油还没有冒烟，但是感觉到热就可以了。这样的温度只会糊化一部分的面粉，蛋糕入口即化的口感就是这样来的，拌匀即可。这边你要确保面糊不烫手，才加入牛奶和蛋黄。面粉中的蛋白质跟水结合会产生面筋，但是先跟油结合就不会，所以这边你可以大胆放心用力的搅，面糊是不会起筋的。加一点白醋稳定蛋白霜，加柠檬汁也可以。起泡后分3次加入糖。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把糖加完。一开始你可以用中速打，到后期明显的纹路出现后呢，要转低速来消除大气泡，蛋白霜才会细腻。打到湿性发泡就可以了，比戚风蛋糕稍微软一些。但是这样还是太软，成不了事，继续搅打。直到拉出这样的大弯钩。先混合1/3的蛋白霜，湿性发泡的蛋白霜很容易混合，轻轻搅拌，不用20下就混合均匀了。倒回来继续混合均匀。一边用切拌的手法，一边转动盆具，把面糊拌匀。动作要尽量放轻，但是要快。最后刮一下盆底，确保拌匀就可以了。这个表面的纹路稍微一点点也会直接反映在蛋糕的表面，
所以一定要尽可能弄平。你如果不是颜值控，更注重内在美的话呢，那随便弄一弄也没有关系。用水浴法，长时间低温烘烤可以保持蛋糕的湿润。这边加的是热水，具体多少水量我没有量，你们看画面自行拿捏一下吧。150度烤1个小时。烤完是这样的，马上脱模，应该是面糊漏了一点出来，底部稍微粘住了。蛋糕的表面水嫩嫩、光滑光滑的，一点也没有裂开，还多一多的，非常有弹性，好像戳破了里面会有水流出来。古早味蛋糕趁热吃最好吃，放心，长时间低温烘烤并不会让你吃了上火，也因为它的含水量太大，并不适合在室温下存放太长的时间哦。如果你隔天吃完那还好，要不然就要放冰箱了。原味古早味蛋糕的蛋香味会比较浓郁哦，害怕鸡蛋味的朋友呢，你可以加香草精或做成其他的口味。你看，回弹力十足。YouTube 这里分享不了照片，如果你想要做了跟我分享，可以发到我的 Facebook， 一样叫小豪厨房。到底好不好吃？我相信画面已经告诉你80%了。谢谢你们的收看。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